喜欢周老师频道，请按赞、分享，或者是加入成为学员。学员限定影片将使你的国文更上一层楼哦！等等等等，还有周老师最新出的经典古文阅读指南，马上扫描 QR Code 购买吧。Hello， 各位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10分钟国文轻松读。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比较特别的题目，叫做文言文到底该怎么读啊？很多学生从国中升到了高中，发现非常的挫折。文言文都读不懂，考卷也都是文言文，因为对于文言文的不熟悉，你渐渐的开始讨厌国文课，那你渐渐的也开始不愿意去读白话文了，这样实在是太可惜了啦。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集就是来教大家，我们怎么样子来读文言文呢？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逐步的去熟悉文言文的内容？但是呢，这些诀窍啊，还是必须要靠同学们在之后日积月累的去尝试、去阅读，它才会越来越熟练。首先，我们先来跟大家讨论一个迷思啦。很多人或者是有些家长会觉得，文言文跟白话文是一样的东西，只是呢，文言文用的词汇比较难，所以啊，我才读不懂。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如果问题这么简单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只要增加词汇量就好了呢？可是实际上来看啊，就算是用字遣词没有这么难的文章，例如说大家高一马上就会遇到的诗说《桃花源记》，很多学生就已经卡关了。所以啊，文言文跟白话文好像不只有用字比较难而已耶。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就是因为啊，我们现在所学的文言文，其实它是先秦两汉时候的一种写作的风格。我们的语言总共经历过了好几次的转变啊，不可能呢，孔子那个时候的语言跟现在讲的语言是一样的。语言不一样，当然也包含文法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分为4个时期，一个是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代汉语，还有现代汉语。上古汉语的范围从先秦到两汉，中古汉语就是在魏晋南北朝到唐代，近代汉语就是从宋代到清代，最后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白话文。而在课本里面，或者是这些文人们他们在写作的时候啊，通常他们所要模仿的对象、模仿的写作方式呢，都是在上古汉语。所以啊，文人他写作用的书面语，他是用先秦两汉时候那个时候的文法来写。可是他讲话的时候，那他用的是当下所讲的口语，这就有差别咯。所以古文大将韩愈，他要改变整个文坛，他如何改变？他就是来教大家怎么样子来写先秦两汉时候的古文。所以我要改变文坛，要从古文开始做起。韩愈写诗说啊，他也是要给大家一个示范，古文就是这样写的啦。就连韩愈他都必须要去学怎么样子写古文。那韩愈如果在讲话的时候啊，他讲话是不会像孔乙己一样一直之乎者也的哦，他还是讲他那个时候的口语白话文。例如说朱熹，他有一本书叫做《诸子语类》，语类就是语录体，学生会把老师讲的话抄写下来之后编辑成书。我们可以去看他讲话会之乎者也吗？不会啊，他讲话其实还蛮活灵活现的哦。这边提到了朱熹啊，他关心学生读书的状况，
他就问叔气说：“论语读多少？你论语看多少了啦？”那这个叔气啊，就回答朱熹他的老师说：“我这2天呐，就是杂看，就有点随便看看啦，有看没看的这样子。”那朱熹就很生气的说：“这样子如何会长进啊？看此一书，且须专此一书。就是你看这本书就应该专心看这本书啊！便待此边冷如炼，那边热如火，要看不看的意思啦。那亦不可舍此而观彼也你不可以舍弃这个去看那个，你要专心看这本书啦。你看看这个文字来讲，你其实自己完全看得懂啊。他就是很口语、很白话的去讲述他骂学生的事情。这样子讲下来其实大家就有一个概念了。文言文跟白话文经历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演变之后，其实已经近乎是2种不同的语言了啦。当然，因为时间点有继承的关系，所以有些东西还留着放到了白话文里面来，有些东西它只存在在文言文里面。所以今天当我们在阅读这些古文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直去用白话文的观点去读它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很搞混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跟大家讲一些阅读的方法。其实诀窍很简单啦，就是找对的方法呢，然后我们用这套方法多阅读，多去做检视，就是这么简单不要硬要去背说这个字就是什么意思，所以它放在任何地方都是同样的意思。那什么叫做对的方法呢？老师，你不讲个废话干嘛？我也知道要用对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古文跟白话文之间的不同之处。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文法上面。文言文有它的文法，白话文也有它的文法，里面有一些在交集，也有一些是不交集的。哪边有差距呢？我们就举几个例子来看。第一个在文章里面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就是知。诗说里面就会遇到好几个知，例如古之学者必有师，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这3个知意思一样吗？当我们学会了诗说之后，下一篇文章就是《桃花源记》。桃花源里面也有好几个知，例如说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忘路之远近，愚人甚异之。刚刚我们所讲的例子当中，哪一些知是跟白话文类似的？类似的地方，知我们都可以翻译成的嘛，好吃的食物，好吃的面包这个是古文当中也有的。所以像是古之学者，路之远近，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这都是属于可以翻译成的这一类。可是呢，人非生而知之者跟愚人甚异之，这2个是另外一类，它加在动词之后当受词。最后一种是最难的，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这个知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文言跟白话不同的地方。前面你翻译成的，或者是加在动词之后的受词，这个我们现代白话文也都有，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的理解。可是师道之不传的这个知它是古文当中特有的一种知，所以这边可以做一个 mark 起来咯。那这种知到了之后的醉翁亭记的时候又会遇到了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这边这个知又是出现了。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为什么师道之不传，太守之乐其乐中间要加一个之呢？
师道之不传，后面要接一个久矣嘛。太守之乐其乐，前面要加一个不知，他不能够写师道不传久矣，他一定要写师道之不传久矣，这样才符合古文当中的文法。其实这样很有趣，对不对？因为师道不传啊，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了。那我多加一个之进去，打破了它这个完整性，让它变成不完整之后，它反而可以多加一个形容词久矣，让整个句子变完整。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啊。那这个也是大家最容易读不懂，也是最常有学生来问老师说：“老师，请问这个之什么意思啊？那个之什么意思？”因为他在看自己白话那个随身读翻译的时候啊，他自己翻译就觉得很奇怪，说啊，那这个之怎么没有办法对应到翻译的里面去？这个之呢，你不翻也没关系，因为它只存在在古代的文法当中，现代文是翻译不出来的啦。再来呢，我们来看是这个字啊，我们现在会讲啊，我是一名老师，我是一位学生。这个是跟古文当中你遇到的是它一不一样。例如在《出师表》里面有提到，是以重义举宠为都。在《大同与小康》里面我们会读到，是谓大同，是谓小康。在《晚游六朝代乐记》里面我们会读到，别是一种趣味。好，这三种古文的是当中，哪一个跟我是学生的是意思一样？没错啊，别是一种趣味，它跟现代白话文的是是一样的。那前面我们所提到的是以重义举宠为都，跟是谓大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古文当中的是啊，都是当此这个的意思。所以在《论语》里面有提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样就叫做知道了。当我们读完之后，我们知道了这篇文章当中某一个词汇的意思啊，我们就可以在下一篇文章里面去做一个检视，用同样的解释翻不翻译的通。再来最后一个我想提到的是一个古文当中表达地点跟对象时候跟现代文的差别。例如说在诗说里面我们会读到不居于时跟请学于余，还记得吧？翻译上来看呢，不居于时我们可以翻译成不被时代拘束，请学于余我可以翻译成跟我学习或向我学习。大家有发现不一样的地方吗？有啦。以请学于余学于余来讲，翻成白话就是跟我学习嘛。原文跟翻译词汇顺序刚好颠倒嘛。原本的句子学是一个动词放在前面，于余向我这两个字是放在学的后面。可是呢，当它翻译成白话的时候，学习的学反而放到了最后面去。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太守与客来饮于此，太守和宾客在这里饮酒。饮于此翻译成在这里饮酒。那这个是倒装句吗？不是，因为在古文它一定会把动词先放出来，再把地点或对象接在动词的后面。我们不会讲说太守与宾客饮酒在这里，这不符合我们的文法概念，现代的文法概念。可是古文是可以的，来饮于此。所以透过这三个例子知、是还有于字的这个介绍呢，我们要跟大家表达的就是说我们可以以白话文为基底来掌握文言文跟白话文的相同与相异之处。当大家
一步一步掌握到相异之处的时候，你阅读古文的功力就会越来越提升了。我们就下次再见喽，各位拜拜。